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农历7月23。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进入美国实体清单，华为新西兰早有准备。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了文件，将新的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华为在新西兰的子公司，还有华为在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古巴、巴西等多个国家的子公司，以及华为在华的一些分支机构。所谓实体清单，是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做出出口管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实体清单其实就是一份黑名单，一旦进入了榜单，实际上剥夺了相关企业在美国的贸易机会。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又将华为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通用许可再次延长90天，截止日期大约为11月19日。一位华为发言人表示，华为反对美国将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的做法。这位发言人还说，很显然这是一个政治因素驱动的决定，而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决定违反了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华为新西兰早就预到迟早会进入这份名单，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拒绝毛利邀请，总理简辛纳遭遇抗议。以呼马教土地争端再度发酵，这两天当地居民邀请总理简辛纳实地探访，却遭到了拒绝。昨天，大约100名抗议者高举旗帜，集会前往总理位于蒙 Albert 的办公室。围绕着以呼马特这场风波始于今年7月，这片土地被认为是毛利在奥克兰最早的定居地。当地人认为这片土地有着非凡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昨天上午8点，集会者唱着歌踏上征程，他们带着一份250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再次督促总理简辛纳前往实地访问解决问题。不过，总理发言人表示，总理不会在办公室接见游行队伍，因为昨天不是国会的工作日。周一，总理简辛纳表示，他会到访当地，无助于解决问题，但不排除将来访问的可能性。警方20年支付悬赏金1165万纽币。一项最新的数据披露，从1999年以来，新西兰警方共向大案线索提供者发放了165万纽币的奖金。虽然帮助破获了不少命案，但仍有一些陈年命案悬而未决。数据显示，20年来，新西兰警方曾就34起大案悬赏征集线索，其中3起案件后提高悬赏金额，鼓励民众提供线索。据悉，警方要求民众提供的线索需要能直接抓获或者指控嫌疑人，才能兑付奖金。其中一起案件是2名犯罪嫌疑人从军事博物馆盗走了96枚奖章，其中包括9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案发后，英国保守党前主席 Nelson 商人联合悬赏30万纽币，奖赏线索提供人，但最终犯罪分子自己提供了线索，领取了奖金。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泰国新法案生效，在家抽烟违法，家人可告其抽烟者家暴。当地时间8月20日，泰国在家吸烟者可构成家庭暴力罪法规正式生效。今年5月份，为了遏制二手烟对人们的影响，泰国发布最新法例，将在家吸烟认为家暴。今年2月份，泰国在6大机场禁止吸烟，同时还禁止了全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决定。美日代表本周贸易会谈，日本官员9月达成协议，并不乐观。当地时间8月21日，美国国家贸易代表与日本经济贸易大臣在美国华府展开了为期2天的谈判。这是2人本月的第2次谈判，将设法缩小彼此之间的贸易分歧，但双方无法在农业以及汽车领域做出让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首先带来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又到了星期五，是不是忽然间有一种很爽的熬到头的感觉？没敢说，没有。我刚才在想用什么词比较没有，因为你看你这种人啊，你就是把话都送到我嘴边得罪人的你从来不说，得罪观众的不是得罪老板的，没有，是点的，这就是我反应慢。所以呢，你反应很快嘛，就是我一般卡在这儿，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儿的时候，你总是脱口而出。然后我脱口而出以后，然后这个坑我就跳进去了。对，这真的不能赖我，真的。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说终于熬到头了？是因为这周特别忙。我每周大概可能，比如说周五的时候，我就想说，好，下周我的那个 calendar 上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要每天下了节目就待在办公室里，什么都不干，就只准备节目的事情。然后，但是总会有一些临时的事情跳出来。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尤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也是在职场当中经历了，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找事儿，是事儿找你。并且你说这些事儿啊，关于说像你每天主要负责节目这方面，因为我有时候不还负责一些行政运营方面的事情，你就发现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出现。你像咱们那天比如说电话断网了，你说你是不是得问一下，然后看一下怎么样，了解一下，跟对方联系一下，这个事情就是突然蹦出来的，你根本没有在计划内的。其实就说到这儿，你看啊，现在的人类，我就是觉得相比较来说，的确好像以前一定要上升到人类那么大吗？真的，就是你仔细想一下，就说我们父母那个年代，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就比如说啊，就是工作的时候自己要一边带孩子。我们父母那个年代，谁说什么还有爹妈，都是自己一边。你看双职工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呀，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可是讲真的，就是把我的口头禅摆在这儿啊。你现在我跟你讲，自从我点出来以后，你每次讲的时候心里都会颤一下，是不是？然后我就经常把它这个词避过。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人其实真的也有他不容易的地方。我昨天就在看到一个算是研究的报告，就在说现代人类如果不能够 multitask， 就是这种同时做很多事情。multitask 应该怎么准确翻译？就是同时做事情。不是，你就是可以一心多用。对，一心多用。无论你是在工作上，还是说你在什么上，就说现在的人类这是一个必备技能。就很多人，我跟身边的朋友聊过，你是属于那种 multitask 的人，还是喜欢专一把一件事情做完再去做另一件事情？我是属于super multitask 的人。就像举个例子啊，那天周二那天，然后周二那天咱们不是有晚上是科技风眼嘛，然后呢我每次不是要监听节目嘛，然后所以呢我就在一边准备稿子一边监听节目。然后最近我不是跟大家说过我迷恋我在小欢喜，然后同时呢我这边还要在微信上跟大家在对工作的事情，然后我还要同时在跟客户说明天开会的事情，我就一直同时都在进行。这个真的是啊，就是这是人的个性的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不需要，比如说你是工作需要，你是一定，不过小欢喜那个是你自找的，对吧？对，那是我自找的，那个不在你考虑的范围之内。就是很多人他是不需要，比如说 multitask 做很多事情的，但我身边也有那种人是他没办法，你说自找的，不，他就是他的神经就是这么长的，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只做一件事情。那你这个就说是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不，他是 enjoy 很多东西同时发生。就比如说他不是在工作啊，就是在家里边休息的时间，他要开电视，然后电脑当中比如说播什么东西，电视在随便放，然后电脑当中再播个新闻啊，或者是看个球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手上还要再玩着游戏机，或者是在玩着手机，就是他必须要让。你这是在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吗？我不太能。你家里不是，就是真的是我的家人，但不是说这个那么近的天天在一起的家人啊。就我的家人有一些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没有办法，他要比如说像我们在看电视剧，如果是只看电视剧这件事情本身，他无法接受。我也不行，他就必须看着电视剧，比如说手里玩个东西，或者吃个东西，或者干嘛的，就是没有办法只看电视剧。不行，因为我觉得浪费时间。就我要放松，但是我又不想浪费那个时间。比如说电视剧45分钟，对吧？然后我这边手上一定得划着新闻，对，或者是在干嘛？对，然后我这边一定得聊的事儿。重点是那天，比如说我监听的时候，我还跟同事在反馈，然后节目中有什么问题。然后比如说他们有时候标版字啊什么的，我就说要改，然后立刻他们说你不是
下班了吗？可是问题就是这种会不会就比如说你在玩的时候那就无所谓了，你爱开几个屏幕，你爱开几个屏幕啊，当然这个对眼睛也不好 anyway 了，就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对其实工作来说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最后变成说其实每一个你也没有做到很精。因为有一些人是真的，你看啊，就像我们小时候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经常说你不要企图一心二用，对吧？对，那时候就说你一心二用，就比如说你听着课，你看小说、看漫画，你就已经耽误了一件事了。但你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你被逼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研究，我跟大家说新闻当中在说这个好像这个技能，变成了现在人类必备的一件事儿，就看你到底能够 multitask 几个。而且他说以前啊有那个也有研究就在讲说，其实女性比男性更容易 multitask， 这我觉得是。但是后来又发现说其实也没有，这是分人，它不分男女。我觉得你看啊，比如说女性可能面临 multitask 的机会，就如果家庭放在一起的话，可能更多。比如说你看我们很多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早上起来听我们节目，然后准备早餐，对吧？准备给孩子找早餐，然后先生准备早餐什么这一类的，然后同时还要把他们塞进书包，然后送他们去上学。就是这个时候，你说塞进书包把饭塞进书包，你说你老曲解我意思。你说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算 multitask？ 把老公塞进书包，把老公塞进车里，然后把孩子塞进书包，这到底是个什么设定？对啊，你想想，真的是就是大家在听节目的，谁是坐在那儿好好看节目或者正在你总说你自己不是一个 multitask 的人，但是其实我没说我不是，我只说我没有那么 multitask。你看，比如像我们耳机里面经常会有导播的话，我手上要看着，然后手机对我们要看微信，然后看 YouTube 反馈，其实我们就已经在 multitasking 了。你看大家在听我们节目啊，大家可以来上来反馈一下，有多少人是真的老老实实的就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哪里听或者开玩笑呢？对呀，这个点钟大家都准备在上班，还老老实实听你节目。那也不一定啊，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早上这个时间不是很繁忙的，或者是已经老公，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就是听众观众啊，是很早上班的，或者老婆或者老公已经走了的，自己在家里现在可以闲一下的，有没有这种？就是真的有没有人是就比如说你现在要求越来越多了。我跟你讲，人心不足。你以前控制抽奖，然后控制环节，然后现在你要控制大家坐在那儿只听的节目。我没有让大家一定，我只是说我在想，现在还有没有这种真的纯粹只做，尤其是像看电视这种事情。你说会不会像比如说资深一点的听众？比如说什么叫资深一点？我现在选词很紧张，就很谨慎。你管我，你叫我什么来着？什么常青树？对，你是那个常青树。我们的听众叫资深听众，对不对？有没有好一点？你说怎么样？资深怎么样 ？Senior。我无法挽救你刚才说的这一切。你别揪着我不放就行了。对啊。好了，就是有没有？我估计是不会有，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只是个陪伴。手上该干嘛干嘛。网友就说那是在发呆，根本听不进你说什么。好了，时间关系啊，7点15分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就陪伴大家啊，讲一些新闻，大家手上爱干什么干什么，好不好？稍后回来。
早上的7点18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今天是星期五的早晨，所以相对来说路况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今天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早上还会下雨的。反正我出门那一阵儿时间呢，雨水还不小。然后我就很怕，我说完了之后一会儿又变成了艳阳天，所以摇头是什么意思呢？就不会是吗？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了。好吧，算了，那我应该提醒大家什么呢？路上面的这个水应该还是有的，那么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驾驶啊。好消息是说呢，据说今天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中午过后天气就会逐渐的变好了。现在预告，反正周六周日是，这不是要报路况吗？我为什么说上了天气？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今天早上的路况呢，是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虽然是周五，但是也是有点堵的。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前半段还好，断断续续的有一点点黄色车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接着呢是拥堵的路段从 Highbrook 开始，现在看到呢，在 Highbrook 到 Princess Street 是有一段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Princess Street 之后，现在一路到 Cabot Pass Road 全线黄色车多。接着我们再来看20号高速，20号高速的东向上有点不寻常，我现在看到是从 Marlborough 开始，经过 Dominion Road、Hillsborough 到 Queenstown。全线黑色大塞车。如果从新西兰交通局的网站上来看，这3个路口现在是需要3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是什么原因。总之20号东向上现在非常堵， Marlborough 一路应该说到 Onehunga 现在都是黑色大塞车的状态。西向上就正常一些 ，Lambie 经过 Roscommon 到 Massey 有一段的黄色车多，过了 Massey 之后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我们再来看16号高速，16号高速的交通状况也还可以，前半段是全线畅通的，拥堵的路段是从 Rosebank 开始 ，Rosebank 经过 Greenhouse Road 到 St. Luke's 是一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往市中心，现在是黄色车多的状况。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跟平常差不多，已经算不太拥堵了。首先在 Otaha Valley 到 Greyville 有一小段黄色车多，然后呢是在 Constellation Drive 到 Tristram 也是黄色车多，接着在 Tristram 经过 Northcote 到 Eastman Road 是一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也是黄色车多，过了 Oniva 之后再一路往市中心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开车的时候注意一下车距，一定要小心驾驶。马上就周五了啊，希望大家不能现在说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好像我们要结束了一样啊。好了，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马上回来进入到新闻的内容。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e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刚刚上一节当中呢，是问到大家是不是现在都是 multitask，成为了一种必备技能。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众分享了一个很对的点，他说只有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可以专心，可以专注。你看，这其实也证明了一点，这我又开始我的 theory， 我有很多的 theory 啊。对，你就是你的理论拿出来跟大家说，你的谬论。不要先给我那个什么盖棺，你先说完了吧，是不是？我的谬论是什么呀？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就是小的时候，在你对这个世界还不了解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新奇。所以呢，你就会容易被它吸引住去专注。我们之所以 multitask， 或者是说其实自愿的 multitask， 是因为我们就觉得它不足够吸引你。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天仙，我举例子啊，就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大家是不是天仙是吗？我刚听是天线，我想说天线有什么好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说如果我是个天仙，那是不是大家就会被吸引，坐在那儿看电视了？你可能明天就会上了各大媒体平台，不是大家在那儿看电视。我这没有你这件，对，你想想啊，看不到你的那些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办？
啊，听众朋友们怎么办？或者是我说的，你知道，就是简直是好听到不行，大家就会专注在听我说话这件事情上。就像比如说，大家有时候听那个 Peter 老师说的时候，就听 Peter 老师讲故事的时候，大家就会听，对呀，对吧？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他又有带着情绪，然后又有故事，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被他就吸进去。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就是我们两个还不够感染力。不要落在我们俩身上，我们就说一个 general 的好不好？好，就是说大家之所以这么 multitask， 或者是自愿的去选择同时做很多事情，就是已经这个东西不足够吸引你了。如果比如说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拿电影来举例，你看我们听众也在说他不愿意看日剧、看韩剧，就是因为需要看字幕，不能玩手机。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就说有一个特别特别你喜欢的电影或者是书之类的，你是不是就愿意把你的时间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件事情上？看书这事儿我没办法分心。你说也奇怪啊，看书你没办法分心，但是你可以听音乐呀，这也叫分心呀。你放着音乐不行，我现在我只要听歌有唱的，我就会分心。你可以听英文的，就是英文的，你会听他唱什么呀？难道你不会听英文歌唱什么吗？或者你就放钢琴曲。我也没有那么你知道，就是走那个路线。所以说，你看，真的是不是？对吧？你从孩子身上你就发现了，因为那个东西是真正吸引他，而且对他来说是很新奇的，他就会被吸引到只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好吧，你这个理论我们先放这儿吧。这个是不是谬论了？这个重点，这个理论也不是你提出来的啊，这是我刚才想的。这是刚才观众人家发过来的，启发了你。对呀，好了 ，anyway 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感觉？反正我看到的新闻的内容是说，现在变成了 multitask， 成为现今人类的一个必备技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进入到新闻的内容。在说国际新闻之前，还是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早上究竟有哪些新闻内容是你不想错过的。首先是美国亚特兰大一所大学附近遭遇枪手扫射，4名女大学生受伤。这件事情反正又来，我们一会儿会具体的跟大家来看一看内容。昨天在新西兰方面这个总理有点难呐，抗议游行，甚至有人呢是直接闯国会，被禁止进入国会1年。你就想吧，这种情况都是发生了，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一次的毛利土地的争端的问题，伊库马跳。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在新闻当中来看，这已经上升到了什么样的级别。而且这件事情让我现在看完了昨天的新闻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这种，这个说完可能我会被很多人抨击。先说完再被抨击啊？我在考虑要不要说。你是说现在年轻人很冲动，然后就是追求这个抗议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又很明显，就很自主，就是他有很多时候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嘛？你想说这个意思？我不想说有4个字，就是现在在。那就不要说了，我跟你讲，真的不要说啊！说完了我会后悔。对，说完你会后悔。像我说了很多话，我都很后悔。好了，一会儿在新西兰新闻的时候，我考虑我要不要说，或者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说，好吧？好，当然，然后我们又聊到了华为，但这次的华为呢，为什么会跟我们有着关系呢？是因为华为新西兰的子公司，然后也被列入了美国实体清单。然后但是华为的发言人回应说，其实这个方面他们早就已经有准备了。或者是说他们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来看这件事情到底会影响到我们什么。那么在新西兰方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呢，昨天得到了挺多人的反响，就说呢，有一位前难民的小伙子，新西兰这边的，现在在呼吁新西兰政府来修改政策。他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就是亲身的经历，他就说像他这样的，或者是说呢，在他原居地的那些兄弟们，也应该获得平等的权利，有资格来到新西兰生活。他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那么新西兰到底在比如说难民政策上是不是真的绝对公平？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2天另外一个闹得沸沸扬扬的，你说这个中国古话说，这个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在男女都怕入错行。对，现在呢不是这个没有性别之间的关系了。大家一大学毕业，甚至你在选专业的时候，你就已经怕入错行了。一会儿呢，我们会在新西兰新闻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新西兰的毕业生各个行业的薪水之间的差距。
并且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学的专业跟你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例子。我是大概过了10年以后才做回本业的。我中间这一段时间完全是在外面。很多人都知道了吧？我是学会计的，澳大会计专业毕业，堂堂正正毕的业，堂堂正正。你是澳大毕业的？对呀。哎呦，好歹你也是世界上前排200多名的那种。真的是够了。我是澳大会计专业堂堂正正的毕业生，但是堂堂正正一天都没有做。好吧，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你这个话啊。好了，一会儿我们就来说到关于这个行业的事情。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趣的，就在说你到底，就很多人嘴硬，就不说自己选错行，对吧？就是选错我也要坚持到底。但是他说有一件事情就能看出来你到底心里想的你是不是选错行，就是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学你的专业。好，那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这个新闻是怎么说的啊。我也有一个故事要分享给大家，大家千万不要犯我那个错。好了，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啊。首先呢，在国际上，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个关于美国亚特兰大的一所大学附近再次发生枪击事件。是，然后在美国亚特兰大21日的时候，一名枪手在20日深夜，然后在朝这个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附近的一座图书馆外的200多人开枪扫射。然后这次扫射呢，然后造成了4名女大学生直接受伤，然后伤者现在目前没有生命危险。然后但是枪手在行凶后就趁着混乱逃跑了。那么调查人员呢是说这件事情还挺复杂的啊，是说有2个不同的团体之间呢是在那附近首先爆发了争执，然后呢在争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忽然间开火了。有视频呢就显示说传出的枪响后，数十名的学生开始仓皇的就逃窜了。是，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还跟以前的那些枪击事件不太一样。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具体的后面的故事还没出来，我们现在只是看到有这个枪击的事件啊。当然了，我们美国枪击这个事情呢，也不想跟大家再来深入的说，这个事情呢，控枪不控枪，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关心的这个结果。哎呀，特朗普已经直接说了是要开精神病院，又不是控枪，那你还往下追啥呢？所以这些暴力以及这个恐怖思想的蔓延，其实才是真正我们应该关心的。然后包括昨天我们在整点新闻里面就说到这个基督城枪手的这个宣言，在国外网站上卖4美金这个事儿，其实像这种事情才是真正我们力所能及能管的。但是昨天的时候，昨天还是前天啊，我们总理森纳顿也说了，说这件事情的确让他觉得非常的愤怒，而且觉得下作恶心。可是问题就是管不了。对，因为是在别的国家嘛。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当然这件事爆出来，很多人就会去关注，然后但是呢，你不爆出来呢，这件事情好像整个这个类型的事情又不能得到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咱们俩经常说的，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一些新闻，然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说出来也有好处，就像我们昨天在说那个治安的问题，对吧？对，其实就是说着说着，你看就说出了很多的事情是大家可以去做，所以大家就是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想到了，不光是光去敲门这件事情嘛。是，反正无论如何啊，这个美国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但得到的消息是说，好像有2伙人因为什么原因，反正打起来了，然后就开枪了。但是反正对着200人这个图书馆扫射，还是听起来挺瘆人的。反正大家现在无论去到哪里吧，都是小心一点比较好。而且最近真的是经济不好，就非常容易乱。而且现在全球大家的这个经济状况都是很堪忧的，每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乱。而且接近年底了，不是我们经常在中国的时候也经常说过年前比较容易被偷被抢，就是小偷也要过年，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其实也临近圣诞节，反正据说啊也不是很太平。昨天在新西兰新闻当中还有说大白天的被拍敲门的，但你一看他那个装扮就不是真的只是来敲个门，就是需要帮助或者怎么样的人，对吧？我今天早上又忘锁门了。对，真的是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好，我们继续啊，跟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新闻。反正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接着我们就来说特朗普的事情，这个特别有意思。昨天我又想去说，我今天就不找任何跟他相关的新闻。为什么一定要就找？咱们不是说了吗？你知道，我就有一口气儿，然后现在我想说，今天我就一个美国新闻都没有，一打开全刷屏。那肯定就光这件事刷屏了，就刷了好几版。他这件事情本身他说出来的时候，我以为大家一听就算了，
然后但是我没想到这件事发酵成现在这个地步啊！说的就是什么购买那个格陵兰岛的事情。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特朗普就说我们要买那个岛，然后丹麦说我不卖。是这样，反正前提就是这样啊。然后就是他先说了，然后在国会上说，这一个国家的一个会议上说了，然后开始大家就有一点懵完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支持，说对呀。应该买啊！其实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以为是特朗普那么一说。开玩笑，对。你知道特朗普发 Twitter 这件事情，大家已经很了解了，什么事情他都发 Twitter，是不是他自己家的事儿他都发，对吧？是。只要是他有点感想的他都发，他一天恨不得发个10来条，也不知道别的事情忙不忙，反正他就很爱发 Twitter，所以大家以为就是众多的 Twitter 当中一个，然后呢稍微说的极端了一点也就算了，但是没想到就真的获得了支持，这一获得支持呢，特朗普可就来劲了。对啊，所以人丹麦方然后就说，其实丹麦方也以为他开玩笑，对，就说肯定不会卖我们这个没有在出手，当然了，就是经济上的、贸易上的合作我们很欢迎。然后，但是这样一出之后呢，特朗普就不高兴了，还真的走心了。怎么走心了呢？他就直接推迟了与丹麦首相的这个会晤的安排。这弄得跟真的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没说要卖，你就忽然间喊要买，然后呢，人家不卖了，你又不高兴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并且你知道美国的这个现在议员呢，还包括发言人就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地产交易，然后对，这是美国现在说的啊，就说我们的总统是搞这个投资出身的，对不对？说他其实对土地交易非常的懂。然后说买格陵兰岛其实只是买的大一点，对，就是现在就是有人说这件事，你不觉得很？我现在说他愚蠢，会不会？不行，不能吗？我们要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谬论。算了，好，算了，不要给他下定义啊。就说有人，反正美国方就有很多人为了支持特朗普的这个言论，就说现在这只是一个大型的土地交易。但是这个话一说呢，那首先丹麦人就说了。我又没卖，咋里来的交易呢？土地上住了我5万的丹麦公民，是格陵兰岛自治区的丹麦公民，我怎么能把这个土地卖你，顺便把我的5万人卖你？就是9012年了，还有在买公民的这事儿吗？对不对？不是，还有问题就在这儿，交易。什么叫交易？双方的才叫交易，对吧？你现在只是单方面说你要买，人家根本就没有提过要卖，也没有说要卖给你。哪里来的交易呢？他说的没有，人家说的是收购。那收购是不是也要？没有，收购是单方面的，可以是，就是你不管你乐不乐意，我就出钱把你买断了。那叫抢购，不是？那叫反正就是占地。然后所以呢，他们就说完了以后，总理丹麦首相就说了，说这个说法太荒谬了。之前我认为你是开玩笑，所以我们也没怎么样。但你们要这么说，那就太荒谬了。如果他要真的只是说，比如说是商业的买卖，就像他们议员所谓的我就是买了片土地，只是这片土地大了点儿，那你为什么要上升到政治层面？你跟丹麦见面，跟首相见面有什么关系呢？是。然后接着特朗普就说那我就决定要推迟这个丹麦的行程和我这个访问欧洲，绕过丹麦。然后呢，当然了，包括了丹麦的首相，也包括了丹麦的女王，都出来发话，就说呢，特朗普这个说法简直是又令人震惊，又觉得非常的荒谬。而且呢，也有一些丹麦的政客就对美国现在不满了，就那意思就是说，特朗普自己说也就算了，你们在后面煽什么风呢？对不对？对，现在这个丹麦，因为丹麦其实也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其实它跟英国很像，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丹麦的这个玛格丽特2世女王，然后现在在位，其实她在当地还是享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权威的一个皇家的这么一个形象的，然后但是。其实很少他会出来，他并不像英国女王这么的这么大家知道吧？因为 Danish Queen 还是没有那么的在全世界范围没有那么流行。对。然后呢，我们听众有在说9012年了，主持人还因为这个事儿还真生气，就我们俩也见过，就没见过，这有什么？是，对。对哈。也是了，对，我们现在就cool down一点啊。然后所以呢，女王就说这个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混乱。就是人家还是很，你知道，就是很和缓的，对，人就说很混乱，然后说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美国总统是动真格想要来买我们这个岛，然后接着呢，特朗普又不开心了，特朗普呢也真的是较上真儿了，
首相不是先回复了他，就说我们这个你是太荒谬了，你这个事情。然后女王人家也说了，那特朗普就怎么了？特朗普不仅取消了这个行程，接着第2天他就说丹麦首相恶心。哇塞，真的是。他当时啊，这个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也是完全通过在这个白宫草坪上的访问。你也知道，他特别喜欢在白宫草坪上做访问这件事情。他就说了，他是说，首先，丹麦首相说这个想法太过于荒谬，然后他而认为丹麦首相的言论过于 nasty 的就是恶心。对啊，和肮脏龌龊。我觉得恶心已经算是最轻的。对，在这个词的在这整个词的里面，恶心就已经是最轻的了，再上升级别，那就真的是羞辱性质的了。而且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你这已经不仅仅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你针对的是我们美国在说这个话，你在说我们美国荒谬，然后所以我说你恶心。对，然后他就说了，他现在就感觉有一种，你知道，就是说，哎。你其实不愿意卖，你可以直接过来告诉我们不愿意卖呀，我们不想谈。但是你不能说我们的言论荒谬，然后说，你现在不是在对我说话，它不是上升到了这个国家这个 national 层面吗？然后就是你在侮辱我的整个国家。那我想请问，就是说你来说人家的首相 nasty 言论 nasty。难道没有在侮辱人家的国家吗？而且关键问题是，丹麦首相又是个女的，又是个女首相。对呀、然后就把之前他形容过很多女性 nasty 的事情也都说出来了，比如说什么，他还说过英国的皇妃梅根 nasty， 然后呢，他也说过像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 nasty， 对吧？还有说过很多的，还有众议院的议员，对这些人他都说过。然后所以这次呢，大家就觉得说有点过了。我真的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不就你知道这种话谁会相信他真的把格陵兰岛买了呢？我就觉得那所以人家你看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他之前在 Twitter 上约金正恩，对不对？然后约金正恩，人家回复了说我们可以谈一下，对吧？那就你可以继续谈下去。人家说啊，我们这个欢迎你来贸易、旅游，什么都可以，很客气，很客气，对不对？那也很正面的一个官方回复嘛。对啊，那就是说不用谈了。那你要非要人家说我们不卖，not for sale， 然后他就会说了，说为什么不 not for sale？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买的？对，嗨，反正这件事儿呢，现在就是已经杠上了。哎，我觉得很逗哎，就是这件，我真的不是说生气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就还蛮精彩的整个事情的走向。不光是这样啊，在同一天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说了另外一个言论，现在大家就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说他说自己天选之人这对件事情吗？他怎么说呢？他用的这个词呢是 "I'm the chosen one"， 就是老天选上我的。天选之人、对吧？然后这个中文翻译就是说我是天选之人。说到为什么他会说出这个话，当然还是跟这个贸易冲突啊，还有美国的经济衰退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呢，也是大家就是对他的采访当中就说到说，你看你当时承诺说要把美国优先，让美国的经济变好，但是现在没有啊。然后也提到了说这个贸易冲突，你现在不仅仅是跟中国贸易战，你跟全世界都在战，那是不是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于是呢，特朗普的意思就是说，我能跟其他人一样吗？对，我是 chosen one， 对不对？我是天选之人呀，我当然可以在同一时间做这么多，也是 multitask， 对吧？对，他就说了，你拿中国说事儿，我们挑战中国，只有我敢挑战中国，并且我们在赢呢。哎呦我的妈呀！他是真的这么说的啊，这个不是我们杜撰。你看昨天其实他在说奥巴马的时候是一样的嘛，他就说奥巴马没有普京聪明，换言之就是说自己是那个比奥巴马和普京都聪明的人。就是你镇不住他，你把他踢出去了，然后现在是我能镇得住他，我让他回来。他的这种自信其实就是让你有一点听的，我就觉得也是挺。所以他昨天还说了什么，就是过激的言论，算是过激吗？说他自己天选之人不是别的，然后他就是他当然啊，记者每次只要一提到中国，他就会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就会出来了，说中国专注从美国捞钱25年，然后挑战中国是势在必行的。
这个我倒是理解。对，然后他说呢，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然后一定是对美国，不论是好还是坏，我一定要做的，并且这个事儿是只有我能做的。我也是觉得，真的这个话说的倒也没错，就比如说也是了，能说出对你现在这个话听起来买就是说前因后果加起来，是不是也就真的他敢说这个话，他敢做这个事儿？对，你还别说，那他说的也没错，但是天选之人这件事情跟他还有两个，这还是两个不同的 level 啊，对吧？但是他就是说整个赶这个话嘛，我都铺垫完了，就说我才是天选之人。也是挺妙的，你不觉得？挺妙的，真的，这个人很妙。所以呢，反正啊，特朗普最近就是，我觉得虽然说我总在说，我说对于他的一些言论习惯了，但他偶不偶的说出一些话，你仍然还是觉得。所以你不是就说嘛，他要出那个语录，对他要出那个语录的话，你不觉得很我们大家有一天，比如说真的他退了这个总统这个位置，那你真的会回忆看一下他在这执政几年，真的很妙。非常妙。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差不多已经到了7:45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美国的事情还有一条要跟大家来说，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的我们的华人朋友，就是大家还挺关心的。对，就是去美国可能要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会受到一些美国的这个影响出生公民权的改变。好了，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啊，广告回来之后。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7点48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新闻，还有一个美国方面的事情啊，快速跟大家来说完，就是说到这个公民权的事情。等一下啊，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20号高速今天早上真的是堵。全黑的，我不知道，弄得像 All Blacks 去了一样。不过真的是全黑的，我不知道是交通事故还是怎么样。是过了的朋友啊，看到了，如果有知道什么这个路况的，可以及时反馈给我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好，说公民权怎么回事？好，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出生公民权的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生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在美国出生了，他就自动获得美国这个公民身份。同时呢，这个父母呢也会获得，比如说照养啊，这个照看的身份。如果你想要在美国生活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前2年比较红的这个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其实就讲了这样的故事。然后所以呢，但是这个出生公民权的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是美国的一个优势，同时又是美国的一种痛，对吧？其实讲真的，我第一次知道美国有这个落地公民权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像移民国家，或者我们以前来新西兰之前，可能也在选择你去哪个地方去移民。我是很，你有选过美国吗？没有，我是很意外，竟然美国有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美国整个在移民法案上的一个，无论说老旧也好，还是比如说想要动移民法案这个难度来说，都是在这样。这个事情呢，其实讨论了也不止1天2天了。然后呢，所以呢，在同一天，就是特朗普先是怼了丹麦的首相，然后说自己是天选之人，同时还谈到了这个出生公民权的问题。他说，美国政府呢也正在考虑出行一项新的政令，结束这个出生公民权。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理解的，我真的是觉得可以理解，就是支不支持是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啊，就说公民权、出生公民权的这件事情写入到美国宪法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原因是其实那个时候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你说谁？不是在160年前，对呀，18多少年，1868年，对呀，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美国嘛，本来就是所有人移过去的一个组建的国家，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宪法的存在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个，那怎么样能够成为美国人呢？对不对？并且你知道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之前我们一直提到了，就第2修正案、第5修正案，然后现在这个出生公民权在哪里？为什么一直这么不容易被挑战？它是在第14修正案里被写入美国宪法的，所以说你想挑战宪法，那是非常难的，非常难，尤其是修正案。修正案的它的这个就是说你在宪法的这个基本大纲的上面，它是一些根据国情，然后社会整个国际状况修订下来的，它保证了人权。对呀，这就很像你在新西兰要挑战维汤基条约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说它合不合理或者正不正确，那要放一边，没有不能这么来评论，不能挑战，你不能也理性啊或者什么这些。他当时制定的这个1868年，当时的大家人的整个思想是不是有我们这么？他不可能，这都没得比。所以我就说美国，因为它就是一个移民国家，那当时他出这个法律就是为了让美国能够变成个国，所以他这个东西写进宪法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当然了，上一周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移民儿童，然后被关在边境的一个看管所里，然后当时呢，上周不是还有这个狱警，然后去冲击游行的人群嘛？然后这些小孩呢，都被关在一个大概不足1平米的一个铁笼子里面，然后真的，我没有在刻意就是抹黑这件事情啊。大家如果真的想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说很多移民国家移民案，如果你陷入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小朋友，然后比如说家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在身边的，他们就会被抓到这个看管所里面，看管所里面他们就会被关在这里，然后并且他们是以大一点的年龄去照看小的
说其中不乏有2、3岁的，然后大的有10几岁的，他们都要1带几这样来照顾。但是每个人每天回去睡觉的时候，真的就是像还不及我们那天说的那个阿尔法 Pets 的那个卡帕哪有卡帕阿尔法 Pets 的那个宠物寄养那里，并且人宠物寄养这个比喻，我的天啊，它是真正的铁笼哦，它是铁网围起来的，所以说就是说他现在要求儿童关不能超过20天。但是现在真正美国现在的法律就是说，包括美国现在的警力缺乏，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小孩子被关在哪，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去爆发的这个游行。其实真的就是这件事情啊，关于美国的这件事情，你说站在美国的角度，我们当时也说了，能够理解他说禁止难民或者是这种非法移民入侵，是对于本国居民的一个保护。但是你听到这种解决方法，你仍然是觉得很心惊哎。然后但是你知道现在就是说，现在还有这个国土安全部，以前是20天嘛，现在希望能无限期延长，就是把他们关起来。意思就是说，要不你别来，反正来了就是这种待遇。如果你又不能申请到绿卡，对啊，然后你就可能会是这种待遇。无论如何你是非法。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介意出生公民权这件事情。这些小孩是因为没有出生公民权，他们没有身份，所以出生公民权如果被抹杀掉了，这条路断掉了，当然你很多比如说移民的这个状况就会改变，然后当然也断掉了有一些人有歪脑筋想去美国生孩子有拿公民权这个事情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是宪法当中的，所以是想改是非常非常难的。好了，这件事说的我很好，心里现在很不舒服哎。行，第一节这个国际新闻的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个国际新闻，但是相对来说关于娱乐方面的，咱们轻松一点，调节一下心情啊。今天是周五，然后昨天呢发布了是蜘蛛侠的版权握在索尼手里。为什么？因为早些年这个事情就是说，在早些年呢，漫威 Studio 然后因为要破产，他们当时为了挽救整个漫威这个漫画工作室，出售了很多英雄，然后就包括蜘蛛侠，然后毒液 Venom， 然后这些都卖掉了。他们都是谁？他们都卖掉了。然后这几年呢，大家也知道，就是根据漫威跟索尼合作，然后蜘蛛侠重回到了漫威宇宙。但是呢，就比如说今年的这个蜘蛛侠英雄远征里面，然后漫威这部电影一共赚了11亿美元。然后，但是呢，索尼只分到了5%，也就是大概5500万美元左右。然后现在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谈判我们要分50%，50分账。然后，但是昨天谈崩了。然后，所以以后蜘蛛侠不会再出现在漫威宇宙的英雄电影里面，它会以独立英雄的形式出现。你知道我在像听天书一样哎。我不知道有多少女性跟我是一样的。漫威这个不叫什么宇宙？漫威宇宙啊！漫威宇宙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你知道，就我听完了之后无感。好了，这条新闻可能对于很多男性来说很关心，告诉大家啊。时间关系，7点57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农历7月23。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进入美国实体清单，华为新西兰早有准备。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了文件，将新的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华为在新西兰的子公司，还有华为在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古巴、巴西等多个国家的子公司，以及华为在中国的一些分支机构。所谓实体清单，是美国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做出的一个出口管制重要手段。实体清单其实就是一份黑名单，一旦进入了榜单，实际上剥夺了相关企业在美国的贸易机会。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又将华为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再次延期90天，截止日期大约为11月19日。华为新西兰发言人表示，华为反对美国将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但是这位发言人同时还说，很显然这是一个政治因素驱动的决定，和国家安全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决定将违反自由市场的贸易规则最根本原则，同时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华为新西兰早就预料到迟早会进入这份名单，并且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拒绝毛利邀请，总理简辛纳遭到抗议。毛利的土地争端再度发酵，这几天当地居民邀请总理简辛纳实地访问，但却遭到了拒绝。昨天，约为100名抗议者高举旗帜，集会前往总理位于蒙 Albert 的办公室。围绕着毛利的这场风波始于今年7月份，这片土地被认为是毛利人在奥克兰最早居住的地点。当地人民认为这片土地有着非凡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昨天上午8点，集会者唱着歌踏上征程，他们带着一份25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再次督促总理前往实地考察。不过，总理发言人称，总理不会在办公室接见游行团队，因为昨天不是国会的工作日。周一，总理到访的时候说，如果总理到访对问题解决并不会有任何帮助，但是不排除将来可能有到访的可能性。警方20年支付悬赏金额165万纽币。一项最新的披露数据显示，1999年以来，新西兰警方共向大案线索提供了165万纽币的奖金。虽然帮助了破获不少命案，但是仍有一些陈年命案悬而未决。数据显示，近20年来，新西兰警方就34起大案悬赏征集线索，其中3起案件后提高了悬赏金额，鼓励民众提供线索。据悉，警方要求民众提供的线索需要能够直接抓获或者指控嫌疑人，才能兑付现金。其中一项案件是2名犯罪嫌疑人从军事博物馆盗走了96枚奖章，其中包括了9枚维多利亚时期的十字勋章。案发后，英国保守党前主席和 Nielsen 商人悬赏30万纽币奖励提供线索者，但最终犯罪分子自己提供了线索，领取了奖金。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泰国新法案生效，在家抽烟违法，家人可告其家暴。当地时间8月20日，泰国在家吸烟可构成家庭暴力罪法案正式生效。今年5月份，为了遏制二手烟对人们的影响，泰国发布了新法案，将在家吸烟视为家暴行为。今年2月份，泰国在6大机场禁止吸烟，同时还全面禁止了在公共场所吸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接下来是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
723516。早上的8:06，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的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在一段的降雨之后呢，今天仍然是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是阵雨的天气状况，但是雨势会比昨天来的要小一些。气温方面，奥克兰今天最高是15度，最低9摄氏度。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都是有雨的天气，但是呢，在下午过后可能阳光呢会逐渐的露出它的笑脸。气温方面，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再来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西海岸仍然有阵雨的天气，东海岸已经是恢复到了晴朗的好天气。不过相对来说气温早晚会变得更冷一些。Nelson 最高温度虽然有14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温度是只有2摄氏度。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仍然是大范围之内都会有阵雨的天气状况，但是看到阳光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气温方面稍微有所回升，起码没有零下了。皇后镇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度，最低是0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明天周末期间呢，新西兰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是偶尔看得到阳光，偶尔会阵雨的一个天气状况，雨势和风势会比前2天来的要稍微缓和一些些，但是仍然还会有阵雨出现。气温方面，明天奥克兰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10度，惠灵顿8到12度。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家庭相比选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
大家好，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对面，刚断气了，你知道吗？你还没有说 YouTube 和 Facebook。然后同时呢，然后大家如果是不方便看电视或者收音的话，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客户端。然后如果您是苹果用户的话，可以下载我们的 NZCM News。如果是安卓用户的话，大家可以下载华文电台，切换地区到新西兰。同时呢，我们也开放了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的直播，在 Facebook上搜索 NZCM News， 然后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在 YouTube 上可以搜索 Panda TV 37，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以及往期回看。哦，还有往期现在是，还有一些集锦，我一定要注意了，有的话我不能说。对，大家会截出来。有些表情不能。没有，还好今天大家没有在截咱们两个，就是每次都。你别提。但是今天你知道，今天大家不是说那个我早上说新闻的时候，然后气得嘴都歪了吗？啊，是说你啊？应该是我吧。哦。今天早上是明显说那条新闻的时候，我比较气吧。我控制住了。你看我现在有那个包袱，是偶像的包袱。对。因为不小心就会被大家截出来。你说会不会到时候后来就看的，在网上大家开始给咱俩做表情包？不会的，咱没那么红，你想多了。这话不能说，一会儿就出来了。好了，我们先跟大家来回到新闻的内容。首先再次提醒大家一下，20号高速呢，今天早上是由于多车相撞，所以导致呢西南高速南行的方向上呢是出现了非常拥堵的状况。事故呢就发生在 Queenstown Road 附近，在 Nelson Street 的出口的匝道的附近，都会应该说是事故在那附近，所以说呢，导致整条20号高速的方向上呢，全部出现了非常拥堵的情况。如果要去机场的朋友选择绕行，如果要去上班的朋友可以选择不去上班。今天请假啊？没有啦。这样的小娇的理论就是今天和周一都请假，然后过4天的周末。不是我说的。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给我们做的一些更新啊。我们刚才看到路况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立刻就有听众发上信息来，还有图片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尤其是现在呢，经过了这个澳洲警方对于手持手机以及包括其实你只要握着手机就已经违法了。然后所以现在大家呢 ，Google Map 不行吗？不可以，你握着手机就已经违法了。啊，导航怎么办？夹腿中间，放屏幕上都可以听，但是不能。就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啊，任何情况下，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在等排队的时候拿起手机拍了张照，就挨罚了。这还是停着的时候呢。他是说在新西兰这边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熄火，你才可以掏出手机。是你熄火停在路边了，你就可以掏出手机。就比如说你没熄火，你只是靠路边停都不行。对，必须要熄火，对，才可以。它就是任何的驾驶状态拿手机都是违法的。但我听说的是，绝对是听说啊，绝对听说。我是听说如果他看到你是在看 GPS 就 OK。没有。不要给大家传递这种就是不正确的思想啊！那我就在想，像我这种，大家还是买这个支架，把它吸在这个挡风玻璃上，或者是吸在这个风挡是任何位置啊。大家尽量不要拿手机。然后之前我们不也说过了吗？现在澳洲严查什么呢？严查华人发微信语音摁着，你就说你打电话吗？没有啊，你就是发语音嘛。但是依然，所以大家一定千万要小心这个，并且已经是一个趋势啊。当然，可能本地人大家对这个洋人可能对微信这个事儿，对发短信他们觉得这个是，但是真的微信现在也真的是他们盯的一个焦点了，尤其是华人，他发现你拿这个手机，然后再比如说讲话。你就已经构成这个违法了，所以大家还是多注意一些。如果在开车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拍照。然后，如果今天早上要去机场的这个方向，大家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好了，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回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还是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早上有几条重点的新闻会跟大家来讲到。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总理简森的拒绝了毛利的邀请，然后去这个以呼马恰奥地区来访问。然后现在呢，在昨天就有很多人，有超过100名去游行抗议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就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反响啊，就是说除了说总理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之外，还有就是我提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还在，你知道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个方向去讲这件事儿。等一会儿我们再讲一讲啊，看大家的反应如何，你再顺着大家讲。
我真的有点纠结。不要敲桌子，不要敲桌子，敲桌子会传出去。我到底应不应该讲？我现在好纠结。好，一会儿我们说说看啊。是。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关于华为的46家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再次被列入到了美国的实体清单。好听的名字叫实体清单，不好听的名字就叫黑名单。但是这件事情呢，华为新西兰直接就回应说，我们早有准备了。我们一会儿也会具体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到底会不会对新西兰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然后昨天还有另外一条引爆这个媒体的消息呢，就是说前难民的这个一个男子，然后他呼吁修改政策，他说应该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他这个本国的兄弟们。然后这个兄弟姐妹们，然后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来到新西兰。那么一会儿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聊到他所指出的这个难民政策当中的这一条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并不是说要敞开大门欢迎所有难民，只是要求一个公平的竞争的权利，这也叫竞争嘛，申请的权利。那是不是其实这个政策本身是不公平的？我们一会儿会聊到啊。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入错行这件事情。昨天呢是出了一份报告，关于新西兰的毕业生各个行业的薪水之间的差别。对，在差别有多大呢？就是可能从你毕业后一年拿几万块，大几万块，10几万，对，然后一直掉到一年只能拿3、5千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差距。一会儿我们会聊到啊，关于说选专业这件事情，我们经常是说自己有的时候嘴硬，就说呢自己从来不承认自己选错了专业，但是人家就说了，就有一个方法能够真正说明你到底有没有觉得自己选错专业，就是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学你的专业。对，然后我今天呢也有故事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时间够的话啊，好了，首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正式的新闻，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毛利土地争端继续升级。Ihumatao 这件事情真的已经很久了。首先我不得不说，我真的非常的对那些人的坚持表示自己的一个不可思议。对，我刚才想说你到底会下一个什么词，最后不可思议也还是可以的啊，对吧？对，就是他们真的能够坚持到今天，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并且现在这件事情不是因为这个毛利国王也发话了，然后包括之前这个 Winston Peters 也说了，所以现在就只有总理没有明确表态了。总理其实他不是叫他没有明确表态，他从第一开始就明确说政府我们不参与。对，然后呢说着说着，因为这个闹大了，他又变成说呢不让 flagship building 动了，这还不叫发话吗？这已经很明确的跟你说 flagship building 不让动工。人家说表态是意思说你就不让他盖了，或者说你把土地给我买了，对吧？对，就是你知道，当然你游行你是一定要达到你自己想要的这个方式才觉得是明确表态，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没有表达到我心坎里的，那就不叫嘛，对吧？好了，那我们为什么说他？或者还就说你就直接说这事儿我们不管，然后 flagship building 盖吧，那也是明确表态，对不对？也是。现在他就的意思呢，就是感觉对他反抗，就是因为他觉得态度不明确嘛，就是暧昧嘛，暧昧。好了，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为什么又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呢？现在的这个昨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不是单单在那片土地上搭着帐篷表达抗议了，现在是真的走上街头，而且是直接去到了我们总理Jacinda Ardern在 Mount Albert 的选区办公室，去来进行抗议了。那么据说呢，他们是在昨天一大早，那个时候你知道中间还下了一阵狂风暴雨吧？他们呢也是唱着歌打着旗，很多人呢就是气势非常的宏大的朝着Jacinda Ardern的 Mount Albert 办公室去前进。可是问题就是呢，我们知道虽然说这个Jacinda Ardern他本来有自己的选区，可是他是总理，所以他其实极少去这个选区办公室的，大部分都在国会那边，都在国会，或者说就在总理办公室了。他很少去他的选区。那么所以呢，最终他们并没有在选区当中见到总理，而且呢，总理是应该不是说自己吧，就是发言人就表达了说这件事情呢，政府不会立刻介入的，还是交给毛利自己部落和部落之间去谈判。那么Jacinda Ardern自己的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抗议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要让Jacinda Ardern去到Ihumatao 这片土地上，就是你跟人民去交流去看，你要到那儿亲身感受，然后我们再来谈。可是呢，我们的总理是没有去过，只是在比如说在国会或者在现在谁去过了？没有人去过。
对吧？然后所以他现在他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的，然后总理呢给出的回应就是说，我去和不去并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区别，所以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在解决这件事情，只是我现在的参与并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也并不会带来什么不同。对，当然了，这些人呢是有100多人去参加这次的游行示威，然后就有点像逼宫的感觉啊。对。然后，但是呢，他们也说了，其实你看到只有100人，其实我们拿了一份2万多人联名签名的上书，我们去逼宫的，就是不光是我们这100多个人啊，我们是背后有很多人来支持。那么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我们这个游行其实它又占路，又这个又那个的，其实还弄得挺沸沸扬扬的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是因为Jacinda Ardern不在 Melbourne 选区的办公室，所以又有另外一批人其实是去到了国会。就刚才你说到冲国会的这个地方，冲国会的这些人呢，有趣的点在这儿。冲进国会的人，并不是就是我们说Eve Mattel这一个波的人，这一波保护的人，这一波也不好听，这一个族群，这个抗议的那些人，并不是他们。你知道去的是谁？谁？是绿党的 youth， 就是年轻的那一批党员。好，而且他们进去的时候就直接说，他说我们当然就是那意思，好像就有一种很 proud。他说这种事情谁会做呀？就应该绿党出来做，就只有我们这些。真正积极的去反映社会现状、敢于发言的人，青年绿党领袖们，对，青年的绿党领袖们，他就很 proud 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谁好像那意思谁也不敢发声，只有我们绿党的这些年轻领袖，就年轻一代的 MP 才能够有这个胆量和这个意愿去为人民出头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冲进国会嘛，冲进议会厅，结果呢正在议会，所以就直接被议长轰出去了，并且是禁止他们进入国会1年。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尊重民众的这个示威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他们需要提前申请以及这个公开公正的游行的权利。你说这个事情适用于这种情况吗？当然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国家啊。但我说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是同样的情况？议长直接让他们1年不许进国会吗？就是因为他大闹国会，对，所以就等于说呢，这是真的算大闹国会了，对呀，对吧？就是闯进去的。你说你要是在外面示威，对，然后比如说拉横幅怎么样也好，发传单也好，那我们觉得都还是情有可原。但是真正冲击国会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现在仍然在纠结，你说到底要不要说这个话？不要，我觉得不说吗？没有，我们举例子啊，冲击国会、冲击立法院这个事情呢，大家其实都有先兆，有很多地区都会做出这样很激进的事情，但是最后怎么样呢？是不能把事情解决，只能激化矛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当然了，绿党现在站出来，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好时机啊，是有一种火上浇油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我的那个点啊，就是因为我不好直说，它并不是毛利的这个可以说是直接受到影响的这批人，是毛利党的这个领袖不也之前说过了吗？而且他们是。youth 就是年轻的青年领袖，大概是18、19，就不可能19都没有，就17、18岁的样子。是，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带头的是一个华裔，新西兰的华裔，当然是肯定在新西兰出生长大的这种啊。大家有 get 到我的点？我 get 到了。我不是，然后再回忆一下之前我们在新西兰发生的青少年上街游行，是表示说气候变化。然后呢，希望政府去修法，意思是说，为了年轻人在未来能够享受一个干净的地球之类的。好，年龄、族裔以及他们大家 get 到我的点了吗？很多事情我不能，所以我说我一直在纠结。那这样啊，你先冷静一下，我们大家还是再来重新说一下这个毛利土地争端的这个起因啊。然后就是这片土地呢，其实是它是说是。毛利族裔在新西兰最早居住的这个地方，所以它其实很有历史意义和这个纪念价值、文化价值。然后当然了，这片土地其实在186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新西兰政府国有化收购了。
然后当时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然后在几经辗转之后呢，就由这个新西兰政府卖给了 Fletcher Building。对。然后卖给了 Fletcher Building 以后呢，然后 Fletcher Building 就说，那我们要来这边开发500套住房，这才引发了后续的这些情况。如果当时这个事情如果一直是新西兰国家持有，就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再爆出来了。唉，算了，这件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到8点27分了，跟香港问题没关啊。你当然了，大家还说到了这个，就是说大家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不要做出像当年往这个总理海伦克拉克门扔斧的这种行为啊。好了，时间关系，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首先跟大家来说，20号比早上我报7点半的时候报路况已经好了很多了，可能事故清理的好一点。是的，清理的差不多了。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是全线黑色的。现在呢，这个东向上是 Dominion Road 经过 Hillsborough、Queenstown 到 Onehunga 是红色。
堵的状态，已经比早上黑色大塞车好了很多，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呢，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跟平常的那种拥堵状态差不多了，应该是就是没有那种事故现场的感觉了啊。所以去的朋友呢，可能现在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下。那么20号的西向上就是正常，只有在 Lambie、Roscommon 到 Massey 是一点点黄色车多，其余路段呢都是绿色的行驶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1号高速，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跟平常差不多，前半段现在都是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拥堵的路段是从 Princess Street 开始 ，Princess Street 经过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到 Greenland 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情况。过了 Greenland 之后，一路到市中心是黄色车多的状态。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16号高速，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现在是从 Te Atatu 出现了拥堵 ，Te Atatu、Rosebank、Great North Road 到 St. Luke's 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往市中心，现在是黄色车多的状况。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北岸方向上拥堵的路段是从 Greyville 开始 ，Greyville 到 Constellation Drive 黄色车多 ，Constellation Drive 经过 Tristram、Northcote 一路到 Eastman Road 都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也是黄色车多，再过了 Oniva 之后，一路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财经方面的讯息。首先呢，财经方面，我们先来看股市NZX50指数是上涨了15.90点，报10725.22点；上证综指上涨了3.10点，报2883.44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55.76点，报26258.49点。再来看一下汇率方面，纽币对人民币4.52，纽币对澳币0.94。纽币对港币4.99，纽币对美元0.63，美元对人民币7.10。当然汇率是实时变动的，大家还是要去持续关注一下。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说回到新西兰方面的新闻，我不纠结了，我不说了，懂的已经懂了，不懂的就算了，就不提了，好吗？你真的有一种就是无奈的感觉，真的是不能说。好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说，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专业方面的事情，好不好？薪水。选不选错行的事情，没问题。那这个事情其实我很有感触。我们要先把数据告诉大家，你再说你的感触，好不好？好，那就是这样。昨天呢，公布的这份数据呢，就是说，其实，在各个行业中呢，如果你是医学专业毕业的，现在在工作4年后的薪值中位数在13.6万纽币。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就表演专业的，然后艺术类专业的，还有包括一些偏科专业的，然后就是像比如说社会关系，然后公共关系、社会科学这一类的，然后你在毕业之后呢，平均第1年拿到的工资呢，就在3000到9000左右。你看差距有多大？他就说到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调查了所有的大学，也包括了大专的这些专业。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你毕业之后立刻能拿到的，以及你可能工作了10年之后拿到的薪水之间的一个对比。这就是说到的几千，并不是说这真的连最低工资都不到嘛。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不充分就业，基本上 full time 的工作是找不到的。对，所以说呢，才拉低了等于说这个专业毕业之后的平均的薪酬。而相对来说，比如说像什么医生专业的，又加上现在是短缺，所以一毕业可能你拿到的薪水就是10万左右。对，差不多9万多吧。而且其中最可以说是怎么讲呢？更胜一筹的就是说我们说在医生专业当中的就是牙医。是。据说牙医在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一个专业的牙医的收入平均可以到20万以上。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但是我们大家要说一下成本的事情对，刚才不是就说到了这些医生嘛，然后上之前的节目里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的这个放射科医生，对吧？放射科医生呢，他学习的时间相对来说较短，然后呢，但他的在毕业之后呢，第1年也能拿到9万纽币。然后那我们现在就说回来，学习成本和你的这个拿到的工资成不成正比？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如果你是学习医生，
然后在学院里面待5年，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大概需要8万纽币左右的这个学费，然后这是你的学习成本。刚才小娇说到了这个牙医，而牙医呢，它其实需要的稍微低那么一点点，7万左右。但是平常的，比如说我们正常像一些其他的专业啊，这个成本大概是在2-3万左右的样子。我觉得你说这是本地的人是吗？本地，都是指的是本地啊，就是有学生贷款的那一部分的人，对，差不多这个样子。当然，你国际留学生你不能这么比的。对，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啊，然后我们就说一下其他中间这个范围内有哪些是专业是现在还比较吃香的啊。首先，这个 banking and finance， 然后现在依然还是一个银行和金融业。对，银行和金融业，但是你得是这个不是以前我们所说的那个会计金融啊，这是2种事儿了啊。人家是银行金融的，然后起薪一般在8万5左右，然后包括这个计算机博士，然后才在8万5左右，然后还有这个光学电子学，然后也在8万5左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药剂师，然后也在8万左右，这是中间的一些中价位。哦，这算高的了，就是偏高一些的收入的行业。对，这些就是说大家学习成本相对来说可能差不多，对的，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但是这些专业可能更受青睐一些。那么低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一些比如说不是大学的大专出来的什么商业管理的证书啦。然后比如说什么某一个技能专业出来的啦，或者就是学艺术的啦，你的面儿比较窄的，然后还有像比如说，这个人类这个 human 这个怎么讲？人类社会学，对，社会学，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一些更宽泛的，比如说公共卫生资源管理。然后这些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差一点，你可能投入的成本和你的回报就会比较不那么多，这些的你选择的就业面也就相对来窄很多。好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反正就是告诉大家一下，那么就讲到选专业这件事。因为很多的就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我又说回了这个话题，你知道吗？刚才我没说的话，我现在我换一种方式跟大家来说啊。我想到了怎么说，就说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呢，就说我们做家长的，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是家长，你可能要面临以后给你的孩子去选专业。有很多人在说，他说呢，现在的孩子，或者是说呢，我们受到的教育和听到的声音就是说，不代表你只有学医。学法律或者是怎么样，你今后才会有出息。你所有的专业，其实比如说学艺术的，什么学社会科学的，等等，他们都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甚至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就想做网上的那种网红，什么之类的，这你也要去支持你的孩子去走这条路，因为大家呢人人平等，这个工资的标准，或者是说呢每一个行业不应该只看着工资来衡量这件事情成功还是不成功，甚至以后可能会变成，现在虽然说比如说律师啊或者医生的工资高，以后呢凭什么说他是学艺术的工资不能和律师和医生同工同酬呢？不是同工了，就是同酬呢？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话题会走向什么方向。所以我说的我好难。对，因为你一直在绕弯子嘛，然后所以你也不能直接表达你的观点。我懂你的意思。就说以后会不会就发展成为在年轻人的眼里，不代表某一些行业是高薪的了，也不是证明某一些行业什么叫未来有发展了，而是想干嘛就干嘛，并且任何专业我们都有发声的机会和表达我们的意见，任何的行业都应该是同样的工资。对，并且我们把任何事情都能拽到同一个水平上。对，是不是？你凭什么说律师和医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要说一个，我也自己卡在那，就是说啊，其实以前大家一直在抨击这个共产社会。你说这个是不是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不能说它100%共产呢，但是它因为共产社会其实是大家是同样的一个生活水准，你无论做什么样，你只是一个职业，然后没有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呢，这都是我们说的，对吧？
所以说，你说它后续会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按照这样的这个年轻一代的发展趋势下去，是有可能，比如说他们有一天的声音足够壮大，当我们都老去的时候，现在的这一批政客也都老去了，那他们所表达的这个言论，是不是就会代替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言论以及我们的看法？来，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俩在这件事情上真的不能直说，所以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联想我之前面说过的所有的关于年轻人的事情。下雨嘞，下雨了。关于之前我说的我一头汗，你知道吗？关于年轻人的事情，包括气候变化，他们出去上街游行，包括了刚才说这个毛利土地争端，年轻人冲进国会，对吧？我再说一个例子，也是说到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在公司当中，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就比如说跟他的雇主去要求某一种机会，我们举例子啊，就说比如说像咱们俩的这种行业，现在呢有一个前线的报道的机会，我们就说采访总理的机会吧，虽然这不是什么不就是很罕见的事情啊，我们就举例这么说啊，采访特朗普。那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人，能够采访特朗普，是不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儿，对吧？就这么想，往这个方向去想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是不是公司想的一般就是，比如说你资深，或者是你有经验，你能够带回来比较好的内容，我会派你去。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新入职的年轻人出来说，我想要平等机会，公平竞争。对，凭什么不是我？那我是年轻人，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去锻炼的机会吗？然后他就会找很多的支持来支持他自己的这种比如说公司里的其他有这个想法的人，或者外界有这个想法的人，网络上有这个想法的人，对，懂吗？然后就来要这个机会了，凭什么给的不是我？好 ，OK， 这是一个例子啊。那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可不可以？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公司运营的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就会觉得说 ，OK， 我可以让你去。但是你不能作为主要的采访者，凭什么？因为你没有经验，就这一点。就是你可以锻炼，你可以去，然后但是你不能作为主要采访者，因为一定是有一个更有经验的人来应付一些人，但是你可以申请到其他一些相对来说对等的机会。好，这个啊，还有再举例，比如说最近呢，我的天哪，我真的说出汗了。来，反正时间没多少，让你说。在大学当中，很多的科目呢，都是希望说可不可以朝着，我们线上有朋友，看看他是不是想说。这位朋友你好。早上好。早晨好，小娇，Diamond，早晨好。你是听懂我要说什么了？其实前面打开电视机没有听到你们前面在说什么，听到了后面在说什么。我是针对那个 Diamond 那个派那个什么实习生还是什么年轻的那个去的。那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如果他的能力不到位，他一定会给公司闯大祸，把好好的机会全部毁掉。因为我觉得运营者想让谁去，一定是要带着这种就是对这件事本身的认识，你得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去。你没这个能力，你是去玩的吗？好，这个时间关系啊，我已经明白这位听众的意思。时间关系，我们先，我必须要进广告，我们马上再进段广告。好，谢谢，拜拜。我只能说，这位听众跟我们是同龄人。是没有，我刚才说的意思，我没有说一定让他 offer 这个职位去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你要让我把那个好来，你引导到，就是这是我们同龄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换句话说，他们不那么想。对。你非要让我把话说出来，大家再想一想，他们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有时代的这个差别啊。好了，时间关系，8点45分，稍作休息一下。
大家好，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48分。您现正在收看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又到了玉山休息站的时间。哪有什么不开心是好吃的解决不了的呢？是，所以只要 Henry 来，我就开心了。对，如果降温了，如果有天 Henry 来提供火锅，在这会热闹。不是，就是我现在需要降温，所以喝这个还蛮好的。先让 Henry 跟大家打招呼好了。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你看啊，我们的熊猫都被挡住了，被一大箱东西挡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手中的新鲜的饮品。这个叫优酪饮品，对吧？叫优酪饮品是我们取名它优喜优酪饮料，对，优酪饮料。这个是完全是玉山自己的产品。对，这个到的时候，其实我跟大哥啊、Raja 大家都蛮感动的，因为期待了好久。哇，那可真的是很久，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研发，从包装设计啊什么的，就一直去更改，然后去给很多人去尝试这个味道嘛，然后还要让他有这种反馈回来那种感觉是怎么样。这样子正好呢，也就借此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在新西兰这边出来一款产品，它都需要经历过什么样的这个从无到有，它都要经历。对，因为这款产品是专门为了我们这边来做的，是不是？是，因为我刚才一看到这个玉山的 logo， 然后想说，纯粹玉山的东西，让大哥讲讲故事好。其实这样子的，以前我们就是发现乳酸饮料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沉淀物会非常严重。对，它会有一层非常严重的沉淀物。然后呢，当然是说我们现在跟酒精合作呢，它就是研发这个技术，让这个沉淀物呢能够消失不见，非常非常神奇。所以它会变得非常轻啊，对，然后所以说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因为我们想要有那种，就是我不晓得你们喝的感觉了，喝起来就是有那种好像类似那种养乐多，就是那种小时候那种回味的感觉，对，是养乐多。然后又介于是说另外一种那种传统的，不是说传统啊，另外这个那种乳酸饮料，然后所以说它两个之间的区别，但是养乐多呢，因为它是比较小瓶、比较浓缩的嘛，所以它喝起来会比较那种比较浓的味道。然后我们让它喝起来比较清淡，所以说很多养乐多喝起来会有那种有一点点渣渣的感觉。很多朋友喝了第一口就觉得是，你们这个味道比较淡，然后呢，我们就笑笑不说话，因为通常呢，你会喝第二口，会喝第三口，让你那种顺着喝的感觉，然后所以这种感觉，然后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零脂肪，所以说让你不会有负担。这么大的字儿写的 zero fat 哦，让你没有负担，零脂肪。所以说我们说它的由来呢，取这个名字呢，也是说当初也是在想，因为它是优酪饮料、乳酸饮料，我们要怎么样是说让它去做连结。所以想了半天呢。然后又好像觉得是说乳酸饮料好像应该比较偏柔性的那种感觉，让它看起来好像这包装上啊还有什么都看起来比较清爽一点，清爽的感觉，然后喝起来而且要奶奶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对于女生来说，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就刚才我就突然想到，它这个里面的内容物呢，它是牛奶和就是豆浆，就是大豆，就是它跟做的对。然后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所以所有的有那个 yogurt，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乳酸饮料，都是牛奶和大豆做的吗？肯定不是，对啊，肯定不是啊，怎么可能呢？你很多都是调和的，然后并且添加了，没有错。所以说，当然这个名字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优喜它本身呢，因为我们就去查了一下，就是说，希望是说好像激励我们自己。优喜它就是好像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好，让它更好。希望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感觉，所以说才会决定取名这个名字，然后去做注册，然后又可以跟这个 yogurt 来这个谐音，对，所以蛮有意思的。哇，选名字也选了很久吧？对，选名字还有这个包装上也是不停的经过一直修改，然后所以说因为每一个人看的那种眼光会不同，那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当初我们在选的时候呢，我们男孩子比较偏向于那种比较。这种粗犷阳刚的那种感觉啦，对。然后后来女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大概10个有9个都觉得你这个，给我第一个感觉就好像那种不够少女，不够那种柔和。你既然要柔和的感觉，你就不应该是这种应该要这样，好像看起来雾雾的这样子，粉粉的感觉，好像也有道理。那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它现在是在哪边生产的呢？这个呢，现在在台湾生产，酒精帮我们合作生产，然后呢，这样子，我们这个呢，虽然说期待了几个月，这样子，在这个周二，然后正式抵达了，这样子，但是也很感谢啦，大家的支持啦。你不要告诉我又没有了，就是大家已经订出一整个集装箱了，对，1199瓶啊，99箱，然后这样子，然后在星期二，在各大华人超市啊，已经上架了，餐厅啊、网吧啊，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大家都很支持我们，相信我们的推荐的产品，这样子。所以说在这短短的3天内，已经销售了300多箱了，所以平均一天100多箱的速度在销售，所以说还蛮开心的。你说这个，刚才艾瑞说他其实进了很多餐厅。你说他搭火锅是不是很搭？简直了！是不是解腻除油？你说 yogurt 本身就是增强这个肠胃蠕动，然后你吃火锅搭它聊冰冰的，是不是特别好？跟酸梅汤是不是一个？那这个比酸梅汤好用，对吧？因为酸梅汤它不解辣。对，这个东西它因为有牛奶，它还解辣，是不是？我简直！你说去到那个各大这个火锅店，是不是带这个特别好？没有错，昨天也已经在讨论到，很多群友都已经讨论到在调酒这方面的，用它来调酒，对，或是什么的，也是非常的合适。我跟你讲，真的，这个如果在比如说很多比如说是中式的那个 fusion 酒吧，然后他们拿这个来做，肯定会受到很多本地人的欢迎的。对，因为这个口味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我是觉得就是中西方人都会喜欢的一个味道。是因为我老了，你知道，一直追求一个喝东西要清爽嘛，这个就很清爽。你想豆浆，西方人很难接受，对，但是这个东西他们是会很喜欢的。我觉得。你知道我还发现什么？玉山呢就非常的贼，玉山呢就每次你知道出了很多这种东西呢，但是我刚才看配料表啊，它里面又有纤维。它又加了纤维，他就说我零脂肪，然后但是我还增加纤维，增加你的肠胃蠕动，然后女生呢喝起来又不会有负担。这个没有负担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的，这个是不是很好？是。关于这个味道是不是我也研发了很久，就是研究了很久才做出来？对，我们年龄段还拉得蛮长的，就是从小的从6岁开始到。老人家66岁左右，都让他们去尝试，都做反馈。那反馈就是说，有人会嫌它太甜啊，有人会嫌它太浓啊，有人会嫌它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最后做这个综合，这样子。这真的很不容易，听起来就很不容易。对呀，我当时是听 Henry 也在讲，就说他们寄回去一瓶，然后不停的寄过来寄回去，这样子去做这个尝试调配。我就刚才又说到这个酒了。其实你说它这个味道是不是跟那个很多韩国的那种乳酸饮料的那个酒，韩国一种酒，它是不是很像？其实你说把这个，然后加入这个烧酒，是不是会很好喝？因为现在烧酒不是有什么各种草莓味、蓝莓味的，那你说加乳酸饮料味的？其实 Henry 你跟我们也来介绍介绍，就说我们玉山的这一款乳酸的饮料和现在市面上的那些乳酸饮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零 fat。最大的区别，当然就是好喝，而且没负担，对不对？好喝，而且是没有负担。对，很多东西就把它简单化，你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是。然后让它简单化，喝起来零负担以外，然后当然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价格方面，价格方面是我们最大的考量。它又来震撼我们了，对，所以说我们在这推广价呢，所以说大家在各大华人超市就会觉得是说，当一系列的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它的差距会有这么大？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把这个价格稍微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农历7月23。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进入美国实体清单，华为新西兰早有准备。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了文件，将新的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华为在新西兰的子公司，同时还包括华为在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古巴、巴西等多个国家的子公司，同时还包括华为在中国的一些分支机构。所谓实体清单，是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做出出口管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实体清单其实就是一份黑名单，一旦进入后，就实际上剥夺了相关企业在美国的贸易机会。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又将华为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再次延长90天，截止日期大约为11月19日。华为新西兰发言人表示，华为反对美国将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的做法，但这位发言人同时还表示说，很明显这是一个政治因素驱动的决定，和国家安全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决定违反了自由市场的最根本原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华为新西兰早就预料到迟早会进入这份名单，并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拒绝毛利邀请，总理简辛纳遭遇抗议。毛利土地争端再度发酵，这2天，当地居民邀请总理简辛纳实地访问，却遭到了拒绝。昨天，约100名抗议者高举旗帜标语，集会前往总理位于蒙 Albert 的办公室。围绕着这场土地争端的风波始于今年7月份，这片土地被认为是毛利人在奥克兰最早定居的地方。当地人认为这片土地有着非凡的经历、历史意义以及文化意义。昨天上午8点，集会者唱着歌踏上征程，他们同时带着一份250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再次督促总理前往实地访问解决问题。不过，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总理不会在办公室接见这些游行队伍，因为昨天不是国会的工作日。同时，周一时间，总理表示，他到访到本地是没有帮助问题解决的办法，但是不排除将来会去到访的可能性。警方20年支付悬赏金165万纽币。一项最新数据披露，近20年来，从1999年以来，新西兰警方共向大众支付了165万纽币的奖金。虽然帮助破获了不少命案，但仍有一些陈年命案悬而未决。数据显示，20年来，新西兰警方就曾34起大案征集线索，其中3起案件后提高悬赏金额，鼓励民众提供线索。据悉，警方要求民众提供的线索需要能直接抓获或者指控嫌疑人，才能兑付奖金。其中一起案件是2名犯罪分子从军事博物馆盗走了96枚勋章，其中包括9枚维多利亚时期的10字勋章。案发后，英国保守党前主席以及 Nielsen 的商人联合悬赏30万纽币，奖励线索提供者，但最终犯罪分子自己提供了线索，领取了奖金。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泰国新法案生效，在家抽烟违法，家人可告其抽烟者家暴。当地时间8月20日，泰国在家吸烟构成家庭暴力罪法规正式生效。今年5月份，为了遏制二手烟对人们的影响，泰国发布了最新的法案，将在家吸烟定为家庭暴力。今年2月份，泰国在6大机场全面禁止了吸烟，同时还全面禁止了在公共场合吸烟。美日代表本周贸易谈判，日官员表示9月达成协议并不乐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是今天的玉山休息站。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3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可以看到啊，新西兰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今天仍然还是会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但是呢，越到晚上啊，越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呢，见到阳光的几率会更高一些。气温方面，奥克兰今天最高15度，最低是9摄氏度。再来看北岛南部地区，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而且在中部的雨势可能来的要更大一些。气温方面，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是7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是在西海岸会有阵雨的天气，但是在东海岸基本上都恢复到晴朗的好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啊，早晚因为是晴天，所以就会冷一点。Nelson 的最高温度有14度，但是早晚是只有2摄氏度。再来看南岛的南部地区，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大部分范围之内也会是晴好的天气。那么在个别的地方，尤其是在南岛最南端，可能会有一些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气温方面，已经到0度了，我觉得就可以了啊。皇后镇今天是0到9度。那么再来看一下周末，周末期间呢，新西兰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是晴朗，但是偶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尤其是在北岛的北部地区。气温方面，奥克兰明天最高是15度，最低10摄氏度。我家到处又长霉了，鼻敏感、气喘怎么办？经10多年除霉经验研发的新西兰第一有机认可天然除霉剂，一喷见效。爱护环境，我使用博音除霉剂，一喷见效。各大亚洲超市有售，电话093767388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店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江。那我们继续跟 Harry 来接着聊。其实上一节当中，我们就停在了说一款饮品它为什么受欢迎，以及除了我们就说味道之外，其实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没有公布价钱。Harry 要现在公布吗？这样子，我们目前来说呢，是说去展厅的朋友的话，一定会得到比较多的优惠啦，这是一定的。又是我们的这个独家优惠，一定会有比较优惠的啦。然后当然是说在市面上的话，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价格。所以说我们现在都做一瓶1块钱的推广价。又是1块钱，1块钱的推广价。这个跟上次我们喝那个就是那个素鲜的那个是一样的。不是你知道现在就是那个小的纸盒的也不止1块钱啊。对啊，并且这个是有质量保证，是玉山自己的。那所以说现在我们1块钱是在玉山这边才能买到，对吧？就是要去我们玉山的这边的店，因为在外面的其他的那个零售商你不知道吧？零售商的话，我们批发现在推广价也都是给他们1块钱的推广价啦，然后他们会加上他自己本身的。对啊，当然啦。所以说，但是在1.5块以内，一定也都买得到这个产品。所以你们还限制了他们不能加太多。终究希望是说好东西跟大家都一起分享。是。其实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饮品的时候 ，Henry 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太复杂。我就觉得，就很多东西呢，你都要往身上加很多的标签。然后我们就说，现在不是有一个网上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尤其说叫年轻人，叫什么年轻人？叫斜杠年轻人，就是他的身份是，比如说主持人/斜杠什么经理、作家、什么作家，就这一类的，就非常流行。其实饮品也是，它不够纯粹了。你看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买很多东西，它就是好喝斜杠什么斜杠什么，但是其实它就已经失去了它本身应该要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说这款饮品嘛，所以刚才 Harry 就说就是好喝。没有，你知道我有一个切身感受是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盼着它是什么味道，对不对？你现在看包装，你已经猜不出来它是什么味道了，也不知道是啥。对，你也不知道是啥，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我吃了一口，发现说，它原来是跟我想象那个味道是一样的，那个感觉特别好。你就觉得说我买对了，因为我很怕，我不跟你讲，我很怕尝试新事物。就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说乳酸饮料，它一定是要让我认识的那个乳酸的味道，因为我很怕，比如说他们就说，即使加草莓啊什么那些，我都觉得说，那我大概有一个固有印象。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纯粹。对，所以这是不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个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本身个性的关系了，就是说我很喜欢很享受那种，就是说很多东西你把它简单化，真的不要复杂化。对，有些时候特别是人家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别的含义，他是不是没那个意思，可是你就把它想成他对我就是有意见，我觉得累不累想太多，真的是做的那么累干嘛呢？很多东西单纯化就好。大家现在很多人都说了，就用这个词嘛 ，too much 嘛，就是你形容很多东西都是你做人是不是 too much， 或者你吃东西怎么样，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刚才 Harry 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觉得我问的太丢人了，就是我为什么要问你的这个饮品跟别的有什么不同？就是人家就饮品嘛，为什么好就好喝啊？我们就是乳酸饮料，那就是乳酸饮料嘛。对啊，就是好喝。你说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把我们都已经变得很复杂。对啊，所以以前有一个蛮好笑的，就是说我一些朋友啊，他们就说你为什么不考虑到台湾发展？我说我到台湾可能活不下去。对，现在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来这边要习惯了以后，尤其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南岛住宿的，在那边的人非常非常的单纯啊。对，是，就是说你想说什么，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但是你绝对不会去恶意攻击伤害别人那种感觉。甚至两个人我今天看你不高兴，我们两个起了争执，然后波隆打一架。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对事不对人嘛，对事不对人，但是马上就会当成好朋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新西兰社会还是有很多，除了这些大城市，还是依然是这样。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这里写了 classic， 然后并且在后面的配料表上它括号 classic， 就证明它是不是以后还会有别的味道出现？哎呀，太聪明了，它有一系列的，之后还有现在有2-3支产品已经在设计了。然后另外一支稍微透露一点点，粉色的水蜜桃口味的已经在路上。我就能想象到它那个。我刚才想说，你知道我有一个想说粉色的，然后不要是草莓，不要是草莓，不要是草莓，因为我觉得草莓就很多嘛，水蜜桃我很喜欢。而且我会很期待它那个包装，就是整个都是雾雾的、粉粉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对，那个比这个更吸引你的眼球。
对呀，因为这个是乳白色的嘛，那个是粉色，再加上一点好像是橘黄色的。那所以它桃子榨取，然后也是从台湾本地选材吗？是，然后加到这个，还有另外一支是什么味道？还有另外一支，要保密一下是吗？但那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的话，它是比较类似于芒果口味啦。但是它因为芒果它终究是季节性的，它比较限量，所以说我们就是现在还在协商当中，想要做到一个季节限定的一个感觉。是，哇，芒果优酪乳，我觉得是不是听起来很吸引？水蜜桃的更吸引我。对，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其实我也喜欢桃子。对吧？北京的桃子也很出名啊，而且新西兰桃子不好吃。如果要是在为什么要 diss 本地的桃子？亚洲的桃子就会放进去会很好吃。是，对，可能跟地方有关系啊。另外就是说，我们除了是说在奥克兰各个地方能够买到这些呢，现在在外县市啊，比如说 Tauranga 也可以买到了，Christchurch 啊、丹尼登啊都能够买到。甚至在 Nelson 也能够买到这个产品。然后在澳大利亚的Brisbane 也会同步上市。我马上要去一趟，就是玉山自己的产品，然后就马上在全国范围内都铺开了。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可以在就除了我们说超市自己买之外，在很多的餐厅，刚才不说也在铺嘛？是不是比如说像类似于像什么这种饮品店，像什么奶茶店，其实它也还蛮适合去做一些调配的哦，它就很适合配任何东西。其实另外一个小讯息就是说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知道我们隔壁不是有冰淇淋工厂吗？他们也希望是说跟我们合作，然后大家把它加进去，他们可能也会做成类似口味或是什么乳酸味的冰淇淋，那会很好吃。那不就是 frozen yogurt？ 有点那个感觉。但这个饮品啊，因为我很多朋友是只是听我们在说，没有喝到。那么当然一会儿这一箱满满的一箱，我们会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这里面多少瓶啊？24。天，用看嘛，这么大一箱。那你知道？我跟大家说啊，在最后这一点点时间，然后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分享一下我对它的憧憬。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去买回去，首先第一个是给小朋友带早餐，然后是很好的，又健康，然后里面有纤维，然后像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这些豆浆啊，其实都很合适，这是一个新的选择。然后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光喝这个太单调了，我建议一下这个就是家里的这些主妇们，然后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比如说水果果粒呀，然后比如说像火龙果果粒呀，它就变成了水果味的乳酸饮料，因为它是完全的一个很纯的一个乳酸饮料，对，所以你加什么它就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大家可以加。当然，大朋友们可以加烧酒，是不是？感觉很多功能的一个东西。Vodka 也可以。我已经可以，当然了。还有就是吃火锅太配了，哇！他刚才说到吃火锅，是，我觉得这就可以说是火锅绝配。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就是现在玉山推出这款是1块钱一瓶，然后大家可以在玉山的这个本身的玉山的店铺里面，然后享受到这个优惠，但是在其他的各大超商呢，也能享受到一定的限价优惠。我们的线已经满了。我现在不送啊，我们等一节广告回来之后再送给大家。由于时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的呢介绍的这个产品就是这样。同时，刚才其实我们还吃了这个苏打饼干，也很配。今天再次感谢啊 Harry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好喝的。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把眼前的这一箱送给我们幸运的听众和观众。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是不是展示的时候要这样子，然后挡脸？怎么弄？怎么挡？是这样。哦，为什么要挡脸？你这个人真的是，你做不了这一行，你做不了薇娅那一行。就这样子。人家是把它托在手上，然后对焦才能对得到，不然的话就对在脸。它其实的作用不就是把脸挡上，让那个胶不在脸上吗？那为什么不是直接挡脸？不是，真的不是，人家是为了露出产品对上焦，但脸要在旁边儿。你错了，大家现在我们已经爆线了，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旁边的抽奖女王就是为了拖着大家让线轮换。来，我们抽出你的这个操作，大家谁不知道？不是一支，我们要送一箱。对，一箱24瓶。腰喜对吧？腰喜的乳酸饮品，而且是没有 fat， 没有脂肪的，零 fat， 然后同时添加了膳食纤维的，而且味道非常好喝的，不好喝你可以来找我。然后适用于给小朋友，然后做早餐，同时还有大朋友，然后做晚餐。火锅，这个周末我就准备拿它去吃火锅了。好了，对，接抽好一个啊。喂，你好，早上好。Hello， 你好，早上好。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听众接上来是这种就是特别欢快的情绪。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您？我叫 Sam。喂。喂，你好。您姓什么？姓什么？啊，我姓张啊。姓张小姐。对，我们其实不用记那么详细。对，然后请问您的手机尾号是多少？我来记录一下。尾号是6985。6985的张小姐，好的，没问题，非常感谢，恭喜您获得了玉山提供的24瓶整箱这个 Yoshi 的乳酸饮料，非常恭喜。哇，谢谢。谢谢，好，拜拜。好，就这么快。对，我觉得应该半箱送，一瓶送，你说会有？那也是过了吧？对，应该半箱送，应该12瓶或者6瓶的都可以。对啊，一打送嘛。打电话回去给这个张小姐说，哎，不好意思您的那一箱被我们拆了，现在要再送一。您现在是拿6瓶这个黑心电台。我可不可以？我们没有，你这样，你跟那个等到张小姐来的时候，你说让她留给你2瓶，她一定会给的。我们能这样吗？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你不是吗？你是啊。好了啊，再次恭喜，也是再次感谢一下玉山为我们准备的礼物。我们奖品送完了，如果我再接1分钟之后啊，如果再有线上的朋友，我们就要进来聊新闻喽，必须聊。立刻我看见2条线就直接下线。而且要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大家听懂了之后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坎儿过不去？是不是？我真的过不去了。好了，这件事我不提了，好吗？好，我们往下说别的。我跟你讲，下一条新闻还是依然会勾起你这个心。我能不能不说这个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大家现在依然还有人打电话过来，我们试试接1号试试。接1号试一下啊。早上好。来，早上好，你好。早上好。看来不是。喂，你好。喂，你们这有猫腻儿。我们有猫腻儿。早上好，你们有猫腻儿。什么东西有猫腻儿？您说什么意思啊？他是觉得我们没有抽到他。可能是。对吧？对，他觉得打电话然后没抽到他。我们有猫腻儿。我今天早上还听到我们听众有在说人生什么不容易，什么喵喵叫，怎么说的来着？反正也是一句网友，都是跟怎么？你现在觉得说这也是其中人生一个案例吗？不是，就是你被人骂了，然后现在又说有猫腻。我先跟大家撇清啊，抽奖这事儿不是我负责，都是我，都是他，都赖我，这样好吗？好。让我一个人反正今天你的这个怒气值已经积累到这儿，是不是？我再逼我2句，我可能就要开始说了。你就要说出那个事情啊，好，没事。我们说刚才说的是那个行业的工资嘛，快速的剩1分钟就把这个男女薪酬平等的事情说完，我就不再纠结这件事情。好，换一个话题来。平权这件事咱们就说完，就先放在这儿，好不好？就结束，好不好？这个平权的事情就说男女薪酬的差距，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是说2019年的第2季度性别之间的收入差距为9.3%，说跟之前的还挺多的，其实我觉得，我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吧？
来吧，你是又要勾起我要开始感慨。好，来，我们就这样子，性别差距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这个工资差距这件事情，我敢说。我一直都在说，我说呢，我并不是觉得男女应该作为薪酬衡量的一个标准，对，你不应该去，它是个体衡量，不是应该吗？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俩，如果要是工资不平等，可能我要去反映。那如果是我，比如跟一个会计工资不平等，因为我们两个做的同样的事儿嘛，对呀，对不对？那你说有什么好去衡量？你现在只是把男性和女性作为拿出来做一个比较，你又没说同样是同一个行业的男性和女性做比较，那你这个没有，他做的比较还是同一个行业的。不，他的这个总数9.3%这个没有，这个是对，这个是完全的了。对，然后他还有行业和行业进行比较。但你说，不过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了，反正现在是缩短了，然后具体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事儿，我们就把平权这件事情啊。先放啊，政治正确的事情先放一放。9:30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换一个脑子啊，来说一点新的东西，要不然今天我就要纠结死了。大周末了，好吗？我们回来说一个其他的话题。一会儿回来说一下轻松的话题。说难民轻松吗？不，轻松的话题啊，我们一会儿说一下轻松话题。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收听的是由潘大 TV 37以及 FM 90.6，包括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江。我们换一个脑袋啊，我把刚才的那个话题抛开了，我不再聊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呢，也算是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当中。你知道我本来想说最后2节要半小时，在周末之前说一些轻松的，然后但是我看了一下新闻列表里面没有一条是轻松的，然后后来我就说找找吧，然后你没事咱先说完这一整个系列，咱在这一节搞定，但最后那一节咱们就说轻松的生活，好吧？怎么搞定啊？怎么搞定？第一件事情先搞定前难民的这件事情。对，这个其实说到这个人，他是从索马里来的，他的名字呢叫梅尔，姓梅尔。这个人其实我采访过他，他做过很多就类似于帮难民发声的这样的。他22年前就来了嘛？对，他来的是一个资深的难民移民。对，我们线上有没了，好了，我等会儿再说吧啊。那个我们就说到他，那么他现在呢在新西兰这边，昨天又发生了，他为谁发声呢？是为了跟他一样，从非洲以及中东想要来新西兰申请难民身份的这些人发声。他说啊，我并不是说，就他发声的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要求新西兰多接收这些难民，我也没有说因为他们可怜，他们就必须来到新西兰生活。他说我现在要求的就是政府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按照现在新西兰这边的一个法律的规定，就是必须要求非洲和中东的申请人在新西兰有 family link， 有家庭关系，才能够申请难民的身份。如果没有，他们就不能。所以说呢，他就等于说，新西兰的这个政策直接就把可以说照辅的或者优先给了，应该说是亚太地区，所以就忽略了非洲和中东。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要求别的，我只要求大家平等，我们要跟亚太地区是平等竞争你这个申请机会的一个level 就可以了。好了，我要发表我自己的言论了啊！这件事呢，就是我自己气不过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好 ，OK，Family Link， 那我们现在大家华人关注的这个家庭团聚呢，我们是花钱纳税工作，我到达要求我以前是怎么样？家庭团聚是说单人工资要在6万以上，双人在9万以上，我对这个社会做的贡献。我现在家庭成员爸妈来不了，然后难民 Family Link 要来。就是你本地有人在这儿就可以了，那也要申请啊。就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但是我们现在连申请都申请不了啊。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呢？他的点不在这儿。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跟，你这么一带呢，我现在又觉得说好像也有点那个感觉。他的意思，本来他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都是难民申请。我们要说难民和移民还是走的是2条不同的路线，对吧？我们可以去，比如说觉得不公平的是觉得像基督城难民的那些人，他们无论如何都可以拿到身份，可能我们觉得是有一点点，你知道心里不太好受的。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些难民，他们还是要经过所有的审理的过程，等等等等一系列。只不过现在呢，就是给中东和非洲的难民额外加了一个，你必须在新西兰有 family link。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能够申请难民身份。所以他是认为这件事情不公平。那凭什么亚太地区的难民就不需要所谓的 family link， 而只有我们是需要的呢？那对于他们来说，就觉得这很不公平啊。我也没说只要是非洲或者中东的你就接收我只是要一个可以去申请的机会。所以就在这个政策啊，这个所谓的就说一定要 family link 是在2010年的时候出台的。之前2019年的时候，从非洲和中东来的有191人，但到了2015年是0，因为没有这个 family link， 所以他们不能够申请。来，线上有朋友啊，我们先把他给请进来。早上好。你好。早上好。早上好。我就是想针对他这个说的啊，他为什么说他们那边是没有 family link 的，而亚太这边就有呢？不是他说他要求他们有，我们没。亚太地区是没有。就是没有要求亚太这边有 family link。对。要求他们有 family link。对。就这意思。为什么要求他们有 family link 呢？就是政府改的政策嘛，所以他说不公平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他申请难民之前有没有这条规定啊？在他当时申请的时候吗？他当时没有。
这个是2010年才有的。对，2010年开始。对，那2010年开始啊，在2010年以后申请的人是不是就知道有这条规定了？对，是。那你还申请？所以他就说他不能申请了嘛，不，这不变成0了嘛？从2015年就没有了嘛。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申请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规定了，你就不可以不申请嘛，就跟你上车买票嘛。我现在1块钱涨到1块5，你非得要说昨天还1块钱呢，今天怎么就1块5了？我必须要上车，不行嘛？对不对？他这个纠结点知道，他这个纠结的点呢是在平权方面，就是说他不是说有没有这个政策，他主要是说为什么他们有，然后亚太地区没有，他只纠结在这个点上了。国家规定嘛。你说的很对。我们国家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跟你讲的很透彻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的地税本来是2000，现在要涨成4000呢？国家规定嘛，调配嘛，对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再结合一下今天你说那个年轻人的事情哈，为什么年轻人出来搞社会主义、搞社会活动的啊，就为什么工资都很低，几千块，对不对？为什么年轻人要去闹的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呢？年轻人不闹，他就挣几千块嘛，对不对？你闹了，你才有机会当 leader 嘛。你不闹，你怎么能你不冲击国会？你就是冲击国会，对不对？不对。那你说支持不支持他？不支持他。但是话说回来了，他不冲击国会，他咋就是 leader 呢？他就是发声没有发声渠道。所以说我今天早上不就想说吗？要不要？你不对，你说的，我跟你讲，有发声渠道，但是正常的发声渠道，他用了以后，他觉得这个效果是达不到这个影响更好。就这么简单。像这位仁兄也一样，你说他这么2010年就开始了，现在都过了9年了，你现在才提，对不对？为什么你当时就不提呢？或者你当时提了也根本没有用，为什么9年都没有用？我现在要改变。他就是怎么讲，博眼球嘛。还有背不住在这个政府下能够有所改变呢？当然了，跟你更新一下，在你挂电话之前啊，然后我们的总理呢就对此表示赞同。然后他说呢，他需要密切关注，同时内阁正在审理这一个相关的问题，很快就会做出相关的决定。这是在你挂电话之前呢，给你一个回复。我再跟你讲，他给的这个回复很及时，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千万的这个老百姓觉得地税高，他怎么不回复啊？就回复这些啊。难民跟移民的区别在于什么呀？难民来了零成本嘛，他就是在吸收纳税人的钱嘛，对不对？那移民不一样啊，移民我们要求他什么呀？首先第一，他来了以后，他申请的时候就已经交了税了。他来了以后，他也不可能马上就停止税，我不挣钱了，就这样。所以移民他是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难民有没有贡献？说可能是有吧，对，但是比起来肯定是少嘛。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先聊到这儿好吗？后面还有一个电话啊，我们再来接一下。这位朋友你好。早上好，请您把这个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关一下，要不然我们俩就一直在喊话。你好。哎，你好。好，我把电视机关掉。刚才就说那个提出难民要跟那个一起，我觉得政府应该是知道，就是说，他们那边的族群有很多，现在潜伏性的危险的一些东西在，所以呢，以前那些。难民安排来了，基本上可能平民百姓多一点，可能就有个家族记录，慢慢，因为他们为这个社会做的贡献也不算很大，刚来，因为为什么亚洲人他比较亚洲人有上百年历史，并且他们的贡献很大，政府会责任考虑的这些事情，这个对社会的价值。然后他们那边现在动乱的话，他们怕他太多潜伏性的东西，所以他们要跟家庭。我觉得政府做是对的，为这个国家安全。谢谢。好的，谢谢。你看啊，这就是点就在这儿了，区别就在这儿。就我们认为，或者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普世的人会认为说，政府做这个决定是为了
这个国家的稳定，或者是为了某一个方面让我们更好去做的。可是现在呢，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尤其是在年轻的这个族群当中，他们会给你的这个觉得为这个国家好，上边横一个梁子，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这件事情说的是不是政治正确？这其实是我今天早上其实一直在纠结的东西，我还是没有说出我要说的那个话啊。是。可是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啊，我们大家觉得说，哦，可能限制某一个部分的人不来，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新西兰这边的生活更稳定，让我们新西兰本地的民众更好。可是，在那些人的眼中看来，他们就会认为说，那不行，你的前提得是大家平等，然后再去衡量说你到底是不是为这个国家好。是。对不对？那其实它的点不就在这儿吗？我们难道不知道为什么政府做这个决定？可是你这么做是不是违反了某一些的不平等呢？你知道？好，你要怎么说呢？当然了，这个话题真的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结果。然后我们也因为时间关系呢，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讨论一些轻松的话题，然后提前打开这个周末的感觉。好。
大家好，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48分。您现在收看收听的是由潘泰 TV 37以及 FM 90.6，包括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正在直播的教文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9点48分啊，最后一点点时间。难言我要过周末的快乐心情。对，我们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闹心的事儿了，其实还有就不说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好多呢。还在来说这个开心的事情啊。是。说着说着，这真的是要来了。当时我记得就说 Newmarket 的这个大型的新商场要开业，好像距离我们还有很久的样子。对，这么说着已经到眼前了。这个 Newmarket 的 Westfield 将会在8月29号，也就是下周末正式的就开业了。是1期开业啊，跟大家说，不是整个商场全开了，是1期。然后1期呢，其实开业呢也将会对 Newmarket 地区整个一个重新的这个商业地位啊。之前不是 Newmarket 这个协会就想说，他们以前 Newmarket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资的，但近些年来，谁抢占了它这个位置呢？Ponsonby 不是抢占了它这个生活小资艺术画廊，然后 Newmarket 呢就变成了一个有点不上不下。对，然后所以你说走商业化吧，它干不过 City， 因为它毕竟还那么近，是，对吧？对。然后你要说这种小资吧，它又没有那么，因为以前它接近 Remirera 那边，所以大家很多人会过来。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发散的更多了，大家可以比如说去 Civil Park。对 Parnell、Civil Park 或者任何地方，然后大家就会减少了，尤其是Newmarket多难停车，对不对？而且它不够集中。你看Ponsonby它之所以火，是因为它就那条街，对，你不需要想。还有那些餐厅都挨家都在一块儿。然后它的那个店在那儿集中的店，也不是那种我们平常会在 Westfield 啊或者 Shopping Mall 里面见到的店，所以它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点，所以 Newmarket 呢就被挤掉了，就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就是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定位了，所以现在他就开始。之前他们不就说嘛，他们以前是想做一个商业区，但是后来发现自己沦为了一个 town center。对，真的就是很像小镇的 town center 了。他要是真的想走企业什么商业化，他做不过 City 的，那 City 还是更方便，那一定是的，对吧？对啊。而且他离 Newmarket 太近，所以这件事情他走不成了，所以他现在不就开始走真的大型 shopping mall 的这个路线嘛？对，你别说，还真的备不住有可能性。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集中的很多的店是你在其他的 shopping mall 里面看不到的，所以他也许会借此备不住周边再兴起一下。当然了，这个 Westfield Mall 然后是归属于澳大利亚公司的这个叫 Center Group 的这家公司，它在全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一共有41个 Westfield 商场，然后他们的这个总管理资金呢高达550亿纽币啊，然后也是资金雄厚，所以他们前2年才开始说我们要盖这个新的商业中心了，也下狠心停了这个本身原来位置的这个 Westfield 的部分商业来做连接。所以现在呢，他们走的一个路线就是说 City 就干脆走商业路线，不逛街了。对，以后想要逛街都去 Newmarket 来逛，他是想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首期的第1期的这个 Westfield 8月29号正式开业。这一次的第1期呢，是总共投入了7.9亿纽币，到时候呢会有40家的店铺开业，但是这40家基本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在新西兰哪儿都有的。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吸引力，哪儿都有的。但是接下来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就今年年底之前，就会有一些没有的了。12月那期，就是呢，澳大利亚的一些零售商开始要入驻 Westfield 商场了，其中就包括 David Jones 啊，对，大型百货公司就要来了。对，以后就不光有 Smith & Co 了，就会有 David Jones 了。Smith & Co 就在 Westfield 在旁边，对吧？这也会被挤得渣儿都不剩。是，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国际大牌也会在明年陆续入驻。对的。同时呢，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华人超市，就这个华人品牌，我们大家熟悉这个就是这个 TP 这个牌子啊，然后这个牌子也会在那边开启一个新的华人的一个，就是类似于把它建成像康当或者是 New World 那样的一个 shopping 模式的一个大型的亚洲综合超市。是的，我觉得其实是也方便了周围。其实以前大家都说啊，那边比如说你住Parnell的人没有超市，然后大家都得上这边来。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华人超市，那边只有一家 Farrow，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来这边了。对的，来这边就可以。所以它除了我们就说的这些店铺之外呢，当然它配套的包括了像什么餐饮，这是肯定的。肯定有啊。电影院，对，娱乐的这些东西。以前那个电影院那儿真的是又不好停车，路又窄。
对，你说谁会要看电影？要不去 City 看，要不去 Sylvia Park 看，要不去 St. Luke's 看，或者去北岸看了。对呀，对吧？他那个地方真的是，所以现在他就要开始完全彻底的来进行一个改造嘛，并且他这一次学聪明的点就是他会有很多的停车位。直接他说啊，就是商场里边可能就有2700多个停车位，真的是，这才是真的对吧？对，没有停车位很多。你说新西兰的为什么那么多楼没有停车位？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就是很多办公楼也没有停车场。就是以前，你像啊，我们在很多大城市来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般城市当中的停车位它不会留很多，因为它造价比较贵嘛，所以他还是希望把这个东西租出去的，不是赚钱嘛？是。所以但是呢，因为人太多，所以他会在要不就地下、楼下4层停车场，对，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屋顶。可是新西兰很多的楼，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人，所以他没有想着往下走或者往上走，只有这些新盖起来的。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你像现在 Sylvia Park 不就是在旁边又盖了栋楼，专门停车场吗？是，它也是在为了就想出来这个以前根本没办法。同时，你知道他们这次还聪明怎么样呢？为了连接老的 Westfield Shopping Mall 以及新的 mall， 还有包括地区的各个这个商场，他们开始建天桥了。终于啊，9012年了，我们终于有天桥了。新西兰还是有1-2个的，如果大家抬头。不是，但是你就说这种连接的。是不是这2年才有的？是。然后包括在这个奥克兰 downtown 的这个 waterfront 的 commercial bay 也会有一个天桥连接，比如说商业中心。所以这些形式呢，当然我觉得以后会在新西兰越来越多。然后这些可能就是先例吧。可是现在也有人在担心，就说是不是过时了？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是说你要抓年轻人市场嘛。那我们的消费能力渐渐，可能我们也不逛街了。那你永远你要是抓住年轻人，可能你才能抓到消费群体，对不对？所以他就在讲说，会不会也是过时？因为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像这些大型的 shopping mall，它也是有开不下去的风险。都转线上了。对，线上。还有一个就是呢，其实就是租金什么的过于高，对，所以其实他们也是面对很多的困难。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说，很多人说，哎，澳大利亚发现不行了，是不是新西兰因为发展的还是不如澳大利亚那么先进？对，它迟缓个几年，是不是还可以在我们这儿？30年吧，是30年吗？之前不是说30年吗？好，10年差不多。OK， 所以就说那会不会，其实现在看起来红火，但不代表说真的可以站得住脚。以后它会不会变成也没人逛的状态？8亿纽币，然后总共投资的这次钱呢，确实也是算在新西兰商业这些历史上投资比较大额的了。具体什么时候他们能赚回来这个钱，或者 Westfield 能不能保持住他们在新西兰的这个地位？对啊，我就说真的是担心以后会不会就没人逛街。你发展再大有什么用 ？Sylvia Park 为保住这个全新西兰人最喜欢的这个 title， 最喜欢的 shopping 的也付出了很多啊。当然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每天3小时的陪伴，然后终于来到最后一点点时间，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明天早上啊，不是明天了，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是，周末愉快，拜拜，拜拜。